半个小时之后，史蒂夫·罗斯柴尔德就在一众保镖的护卫下赶到了天香府。之前每次来了又走，这次他已经做好了要在金陵打持久战的准备。自己的心腹手下其实早在数日前就已经陆续抵达金陵，跟他一起来的自然还有那个马特·芬克尔斯坦。此时的马特·芬克尔斯坦心情比之前要好上太多。之前的他就像是一条丧家之犬，疲于奔命，东躲西藏，甚至都恨不得永远不回美国本土。但现在的他就不一样了，他已经投靠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二把手。更关键的是，大家知道他投靠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后，也自然意识到那些秘密已经传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耳中。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追杀马特·芬克尔斯坦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杀了他也不可能让那些秘密尘封，反而有可能因为招惹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而被疯狂报复。所以现在的马特·芬克尔斯坦就等于是有了一道免死金牌。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史蒂夫十分忠心，心里也已经打定主意，从今往后就跟着史蒂夫身边鞍前马后，当好他的狗。来的路上，史蒂夫就跟他说，这次要见的是自己非常尊敬的一位华夏人。马特·芬克尔斯坦心里就格外好奇，想不通什么人能够让这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继承人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待车队抵达天香府之后，他便跟着史蒂夫一起进了天香府的大门。洪武已经提前在这等候，看到史蒂夫，他立刻笑着说道，罗斯柴尔德先生你好，咱们又见面了。史蒂夫也用娴熟的中文笑着说道，哎呀，洪先生，终于又见面了，这些天我可是非常想你的。说着，他与洪武轻轻拥抱一下，又说，我给你带了最顶级的古巴雪茄，一会儿让手下人拿给你尝尝。洪武心里激动，心说我他妈这过的是什么日子？罗斯柴尔德家族继承人都得给我带礼物来巴结我。想着，他嘴上笑道，罗斯柴尔德先生，你可太客气了，来就来了，还给我带什么礼物？史蒂夫笑着说道，不要叫什么罗斯柴尔德先生，太生分了，叫我史蒂夫，大家都是朋友，何必那么客气呢？说完又问他，叶先生在哪里？洪武笑道，电视已经在包厢等着你了，一起上去吧。好。史蒂夫点点头，指着身边的马特·芬克尔斯坦，对洪武说道，对了，洪先生，这位是马特·芬克尔斯坦，我的一个小老弟，往后他要跟着我在金陵生活了。洪武点头笑道，你好，芬克尔斯坦先生。马特·芬克尔斯坦赶紧毕恭毕敬地说道，洪先生，以后在金陵还请您多关照。好说好说。洪武拍了拍史蒂夫的肩膀，说，我跟史蒂夫那是自家兄弟，你来了也不用客气，要是在平时，谁拍着史蒂夫说跟他是自家兄弟，他肯定是要翻脸的。你什么档次，敢跟我称兄道弟？但是面对洪武称兄道弟，他心里很是高兴，他甚至有一种自己跟洪武都是同门师兄弟的感觉，亲切，十分的亲切。洪武带着两人来到钻石包厢，叶晨此时已经在里面端坐着了。史蒂夫一进门，便非常恭敬地说道，叶先生您好。叶晨笑着说道，怎么样，史蒂夫，这次来了是不是要待很久了？史蒂夫笑道，是啊，叶先生，不瞒你说，我这次是有计划，要在金陵待上个10年8年了。说完，赶紧又跟叶晨介绍起了马特·芬克尔斯坦，说，叶先生，这位就是之前说的那个马特·芬克尔斯坦。马特·芬克尔斯坦此时也是满心惊奇地打量着叶晨，他实在想不明白，史蒂夫如此毕恭毕敬的一个华夏人，竟然这么年轻。他也想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年轻人地位会比史蒂夫更崇高吗？好像根本就不可能。可事实情况就是如此，史蒂夫对叶晨的恭敬不只是写在脸上，更刻在了骨子里。叶晨看向一脸震惊的马特·芬克尔斯坦，似笑非笑地问他，前些天
那个要杀塔瓦纳的暗花，就是你下的吧？马特·芬克尔斯坦心里顿时咯噔一声，暗想：难道他就是塔瓦纳背后的那个男人？就是他让史蒂夫找到自己撤下了暗花？想到这里，他心中惶恐不已，连忙说道：叶先生，实在是非常抱歉，我当时实在是太过愚蠢，所以才做出了那个决定。我已经意识到自己错的有多离谱，并且尽我最大努力叫停了这件事。希望您大人有大量，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叶晨点了点头，说道：你和塔瓦纳以前的私人恩怨也好，或者彼此掌握着对方的什么秘密也罢，这些我不想过多干涉，只要你从今往后不再对他做出任何具有威胁的行为，我这边就不会追究。马特·芬克尔斯坦立刻松了一口气，赶紧表态道：叶先生，您尽管放心，我现在已经完完全全向史蒂夫·罗斯柴尔德先生效忠，不会再做任何威胁塔瓦纳的行为。叶晨点头问他：你应该知道塔瓦纳现在已经到华夏了吧？知道的，叶先生，毕竟现在新闻上已经全部都是他的消息了。马特·芬克尔斯坦毕恭毕敬地说道。叶晨微笑道：正好我打算一会儿把他也叫过来，你们见个面也算是冰释前嫌。说着，他看向史蒂夫，对了，史蒂夫，我想介绍你跟他认识一下，以后如果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你就行个方便。史蒂夫立刻笑道：叶先生，这个太好说了，有您这句话，以后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不管他捅出多大的炉子，我史蒂夫罩着他。叶晨笑着点点头，拿起手机给塔瓦纳打去微信电话。电话一通，塔瓦纳便惊喜地问：叶先生，您找我？叶晨问他：你在忙吗？塔瓦纳说：现在正在看场地，确认一些细节，然后下午开始走过场。叶晨问：中午饭有安排吗？塔瓦纳说：暂时还没规划，应该是和工作人员一起吃。叶晨道：还是来天香府吧，我做东，正好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